拆了。住手！这个宴会厅我提前半年就预定了，是你们酒店超售出了问题，凭什么拆我的婚礼？凭什么？就凭我要用这个宴会厅办活动，我是这家酒店的全球 VIP， 你赶紧把地方腾出来，滚出去！女士，请你配合，带着你的客人立刻离开宴会厅。你们凭什么？放开我！亲爱的，听我的，我们先撤。哈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早点让出来不就好了？我叫林之夏，26岁，全球顶尖盛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攻合同法、侵权法领域，业内人称不败女王。这个事儿，不会就这么算了。尊敬的各位来宾，婚礼仪式将在5分钟后正式开始，请大家入座。女士，实在抱歉，我们这个宴会厅出现了重复预订，现在请您带领宾客离开宴会厅。重复预订？是的，酒店的排期系统出了问题。现在宴会厅的另一位预订客人的活动，中午12点必须在这个厅举行。现在请您带着宾客离开。重复预订，这是你们酒店的问题。你们把同一个宴会厅订给2家，那我半年前签的合同算什么？抱歉，我们会提供补偿，所有费用全额退还，再额外赔偿您50%。这在行业内已经是最优方案了。我请帖发了，宾客到了，你一句补偿就想让我的婚礼作废？你还跟他废什么话？耽误了我的活动，你们赔得起吗？让他赶紧走人。女士，请您配合。你知道你们现在在干什么吗？你们酒店把场地一厅两卖，出了事让我来承担后果。我告诉你，你们这是毁约。快点，我的活动要开始了，现在已经9点了。我告诉你，我是你们酒店的全球 VIP， 耽误了我的活动，你们酒店要负1责，赶紧的。女士，还请您体谅，我们给到的可是行业内，你不用拿补偿压我，错在你们酒店，不在我。你们超售宴会厅，不留应急场地，出了问题让客人吞下去，这就是你们5星级酒店解决问题的方式。女士，请您体谅我们的难处。不好意思，体谅不了。人家现场都布置好了，客人都到了，你们冲进来就赶人，天底下有这个道理吗？就是，你们怎么不把补偿给这个老外？一辈子一次的婚礼，你让人取消，良心呢？各位，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但理解什么理解？你先理解什么叫先来后到。经理，酒店犯了错就该承担后果。你让我们体谅酒店的难处，那谁来体谅我们？这一屋子人从全国各地赶过来，有的请了年假，有的推了工作，就为了参加这2个孩子的婚礼。这宴会厅我半年前就定了，合同、付款凭证、排期确认书我全有，谁的错谁买单。这个厅我绝不让，这个厅我绝不让。我每年在这酒店消费几百万，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服务。连一个宴会厅都搞不定，还做什么5星级酒店？现在只剩2个小时了，全球媒体都在盯着，立刻，马上！既然你有那么重要的活动，那你就应该立刻拿着酒店的补偿，立刻去订一家别的酒店，而不是在这里拆别人的婚礼。我不去！酒店收了我那么多钱，超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的就是这个厅，现在马上让他和这群人给我滚出去！先生，您冷静。冷静？我凭什么要冷静？立刻去给我解决！你看什么看？这厅我要定了，你早点走还能少丢点人。再动他一下！你再动他一下！对不起，我解决，马上解决。我不要道歉，我要宴会厅，我要他消失，立刻，马上！女士，请你马上带着宾客离开，不然我只能叫安保清场。对，就应该这样。
我才是最重要的客户，赶紧给我滚！清场，你有什么权利强制驱赶我们？太过分！对，大家把手机举起来，都拍清楚了，我们曝光他们酒店，拍着，全拍下来。 5星级酒店叫安保赶走婚礼新人，你们可真行！快，12点之前，这个厅必须清空，重新布置，耽误了我的活动，我直接投诉到你们全球总部，看你怎么交代。如果这个 VIP 投诉酒店，酒店国际声誉崩塌，损失至少3000万，我的位置，这个责任我担不起。各位，实在抱歉，现在酒店的紧急状况。 需要大家配合一下。如果现在有哪位客人愿意提前离场，我们提供3000元现金补偿，1顿同等规格免费宴请，外加2晚总统套房住宿。别被这些糖衣炮弹迷惑了。3000块，总统套房，说实话还不错啊，反正婚礼也办不成了。大家别上当，他们酒店出了错，凭什么让我们承担？3000块就想买你们走？ 今天你们拿了钱走了，明天你的生日宴、你的年会，酒店照样能把你们赶出去。没错，他们今天敢拆婚礼，明天就敢拆你的年会。没错，不能让，谁让了谁就是下一个。经理，你看到了吧？没有一个人愿意走，你还不明白吗？ 这说明大家心里都清楚，错在你们。我有错，我有什么错？你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管。经理，还有1个小时，你看着办。把他们的婚庆布置给我拆了，我看他们走不走。你们干什么？都给我住手！大家跟我上！ 别让他们得逞！住手！你们别碰我们的婚礼！女士，我再问一次，你是自己走，还是我让保安帮你走？帮我走？你有什么权利强行驱逐我们？合同在有效期内，我们已经入场，你闯进来拆我的布置，赶我的宾客，这在法律上叫非法侵入。你清不清楚你在干什么？法律？ 这是我的酒店，半年前签的合同，全额付呛的场地费，按流程走的排期。今天宾客到齐了，婚礼进行到一半，你们带着人冲进来拆我的鲜花，掀我的蛋糕，赶我的宾客，证人，在场每一位都是证人。你觉得这件事压得住吗？拆，继续拆。 够了！你们太过分了！拆人家婚礼，你们还是人吗？哈哈哈哈哈哈！就应该这样。你们知道什么叫 VIP 待遇吗？我让你们走，你们就得走，早走不就没事了？你还笑？人一辈子一次的婚礼，你说拆就拆，你还在这里幸灾乐祸，你还有没有良心？良心？ 我每年在这酒店消费几百万，这就是我该有的待遇。这就是我该有的待遇。待遇？酒店什么时候有拆客人婚礼的待遇了？强行闯入已生效合同场地，毁坏私人财物，暴力驱赶合法消费者，在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犯罪。先生，这是我们酒店内部事务。 还请您不要插手。内部事务，这是我儿子的婚宴。你们冲进我儿子的婚宴，拆我儿媳妇的花拱门，拦我家的宾客，你管这叫内部事务？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至亲好友，他们会帮助我们绝对不会妥协。没错，今天这事儿必须有个交代，必须有个交代。 必须有个交代，明明是你们排期出错，管理混乱，超售宴会厅，你们该做的是好好和客人协商，尽力争取客人的满意。
可你们呢？冲进来砸婚礼、赶宾客，吓唬我儿媳妇。先生，我们也不想这样闹这么难看。不想什么？你仗着是你们自己的地盘，随便的暴力驱赶客人，有这么做事的吗？照例是吧？还有你们这群保安，我全都记住了。大家帮我们把照片、视频拍好。今天这件事儿绝不能这么算了。我替我儿子儿媳妇，谢谢大家了。放心，老伙计，拍着呢，1秒没落。我也拍着呢，全部录下来了，工牌脸一个都没漏。你是谁呀？找死吗？有你什么事儿？你是谁呀？找死吗？有你什么事儿？别动我爸！爸，你没事吧？没事，先生。一开始是你强行要占这个宴会厅，要赶走我儿子儿媳和满堂宾客。经理带保安拆婚礼的时候，你站在旁边拍手叫好。你说你是 VIP 就该有这个待遇。在场几十双眼睛都看到了，几十台手机都录下来了。这件事一旦曝光，你的身份、你的公司、你的商业伙伴，一个也跑不掉。到时候你猜公众会怎么看你？先生，请你离开，不要干扰酒店的工作。经理，我最后再说一遍，这不是小事。你现在道歉，带这位客人离开，还来得及。你现在道歉，带这位客人离开，还来得及。现在，请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人离开。爸，既然现场成了这个样子，婚宴肯定办不成了。你带客人走吧，后面的事儿我来办。女士，你自己走，还是我请你？亲爱的，别生气，别忘了我是做什么的，这事儿不会就这么完了的。女士，赔偿款会通过线上返还到你的账户，请注意查收。你们会后悔的。怎么？你想怎么报复我们？发视频？找媒体？拭目以待吧。这件事，我是绝不会和解的。好啊，我等着。你们不该触碰我的底线。我们走。哈哈哈哈哈！走得好，痛快！快把这些破花、破蛋糕都给我清出去！哈哈哈哈哈！快换上发布会场地。是。可恶！之夏，对不起。好好一个婚礼闹成这样，是我们陈家无能，让你受委屈了。之夏，是妈没本事啊。爸妈，你们不需要道歉。现场那么多保安，我们能怎么办？不行，我不能让你刚进门就受这个委屈。我现在就报警，让警察来评评理。妈，别急，要报警，早在婚礼上就报了，还用等到现在？我们先听听之夏的想法。报警，早晚会报的，但现在我们要先整理证据。需要我做什么？你说，我全都听你的。合同、付款碰证，还有大家手机里的视频都发过来，我统一整理。好。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现场的录像麻烦都发到群里，之夏要用。支持，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视频我拍了一整段，马上传，算我一份，干他丫的，太欺负人了。之夏，这是合同和付款沙票，都整理好了。好。你还亲自上手，不交给事务所。这是我们的案子，只有我最清楚其中的细节，给别人我放不下心。好，但不要一个人扛着，有什么需要一定跟我说。好。之夏，你说，现在酒店
为什么会这样对待客人？之夏，你说现在酒店为什么会这样对待客人？因为利益至上。利益至上。在绝对的利益面前，正义往往就会被忽略。那个老外是酒店不能丢的大客户，我们自然就成了被牺牲的那一个。太过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那些不被公平对待的普通人。好，之夏，我会一直陪着你。你们以为捏的只是一个软柿子，可这个柿子偏偏很硬。刘律，是我。刘律，是我。喂，林律，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帮我立得案子。案子？谁的案子？洞房花烛夜还折腾你，也太不懂事儿了。我自己的案子。你的？谁这么不开眼，惹到你头上了？婚宴超销，强拆我的婚礼布置，还暴力驱赶宾客。什么？竟然有这种事？他们知道你是谁吗？不知道，我没说。那你怎么不当场报警啊？大喜日子不想闹这么难看，结果却越来越难看了。好，这次他们可别想好过了。说吧，要我怎么做？去跟法院对接，申请调取酒店当日宴席排班表，当日酒店内部人员的全部沟通记录。没问题，还需要什么？还有詹姆斯的以往酒店宴席消费记录。消费记录？你怀疑詹姆斯和酒店有不正常交易？是的，还要调查詹姆斯和酒店内部人员的沟通记录。这个酒店和詹姆斯的沟通记录，他们不会轻易交出来。要不我让人私下……不行，必须走正规渠道，有多少算多少，不能给他们留下反驳的口子。明白，我现在就去办。你没事吧？我没事，但他们该难受了。要怪就怪你们惹了不该惹的人。喂，爸，有事需要你帮忙。爸，有件事儿得麻烦您。之夏，一家人，你说。您是不是有个学生现在在报社当总编？是。你想怎么做？我想把现场的视频先发出去预热一下。没问题，我这就联系他。但是爸，一定要给视频打码，保护好咱们家人的隐私。行，之夏你放心，这事儿爸全力配合。你打算一步步来？是，我要让全网都看看，谁才是该被唾弃的。为了老外大客户就硬拆中国人的婚礼，要点脸行吗？天哪！这满地碎蛋糕碎玻璃也太欺负人了，支持新人维权太难受了，一定要讨回公道，我们都站你这边。热度起来了。这视频谁发的？给我查！赵丽，你说热搜上那个视频怎么回事？总监，那个詹姆斯先生是咱们酒店全球 VIP， 年消费几百万。我作为宴会部经理，为了维护客户，只能那么办。只能拆人家婚礼？我是为了酒店的利益，那种情况谁来都得这么办。你做的没错 ，VIP 客户永远是第一位。谢谢总监理解。联系平台方，以侵犯酒店隐私为由，把那条视频立刻下架。总监，热度已经破亿了，现在下架，网友只会骂得更狠，反而引火上身。那就换一条路，花钱请水军，把舆论往新娘身上引，就说她先情绪失控，无理取闹，酒店只能不得已出手，撤销宴席。总监，此刻民众情绪亢奋，一旦被发现，我们得不偿失啊！被谁发现？那些网民分不清是非，只会跟风。可什么？我们是国际酒店，资源多的是。他一个普通人， 拼得过我们？可这样，你哪来这么多废话？现在，
赶快去查清楚这个新娘到底什么来头。查出来，给她一笔小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这样。总监查到了，这个新娘林之夏是盛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业内人称不败女王，专攻合同和侵权，从无败绩。不败女王，哼，她要真是那个不败女王，律师函早寄到酒店门口了，还用得着等我们查？肯定是同名同姓的普通人，别自己吓自己。可是总监，照片、举例全都对得上。够了，一个婚礼都能被人拆了的主，能是什么厉害人物？听我的。安排水军把舆论压下去。你们公关是干什么吃的？新闻都冲上热搜了，我这张脸还往哪儿搁？詹姆斯先生，您消消气儿，舆论马上就会压下去。马上，我还要开新品发布会。我告诉你，压不下去，你们酒店全完了。好的，好的，马上。喂，威尔逊先生。你的消费记录千万要保护好，被人抖出去，虚开发照、特税漏税、拿回扣，哪一条爆出来都是灭顶之灾。哈哈哈哈！消费记录你那边保护好就行。她一个被拆了婚礼的小新娘，哪来的实力调到我的消费记录？笑话！各位媒体朋友，关于近日网络上的不实言论，我们酒店在此郑重澄清，是那个新娘违反酒店规定在先。那么请问，新娘违反了酒店的什么规定？她妨碍 VIP 客户正常活动，酒店只是在按照规定处理，没有任何出格行为。公道自在人心，大家千万不要被网上的视频误导了。请问，新娘半年前就预定了宴会厅，合同和付款证都有。酒店超售在先，这个怎么解释？关于预定流程，我们酒店多年来一向规范。那你们为什么在婚礼进行中带保安冲进去强拆布置？现场还有几十位宾客拍下了全过程。我再次重申，是那位女士违规在先，恶意剪辑视频造谣污蔑我们酒店。在此，我再强调一点，如果谁在造谣侮辱我们酒店清白，我们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请正面回答，请给公众一个交代。你们凭什么说是新娘的问题？有证据吗？酒店是不是收了老外的钱才拆了别人的婚礼？抱歉，无可奉告。各位媒体朋友，今天的发布会结束了，请有序离场，谢谢配合。你们这是妨碍采访，心虚什么？各位观众，酒店方面对核心问题避而不答，发布会草草收场，这恰恰说明他们心虚了。心虚成这样，实锤了，越回避越有问题。支持新娘，告诉他们。完了完了，总监，热度还在涨，根本压不住。这发布会不开还好，一开更严重了。水军呢？我花那么多钱请的水军呢？总监，网友根本不买账啊！水军的发言全被识破了，现在全网都在骂，说我们把网友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怎么会这样？一个小小的婚礼，怎么会闹成这样？不能让事态再失控了。去，给那个林之夏打电话，说我们愿意赔偿，加价翻10倍，让他删视频，闭嘴。现在怕了，晚了。之夏，网上现在全都在支持咱们，你这招太棒了。这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公道自在人心。我不过是把事实摆出来罢了。当初他们带着保安闯进来砸我婚礼布置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起诉？
酒店刚才打电话还要道歉和解。道歉？他们不是知道错了，而是怕了。那我们现在起诉。之夏，这酒店也太嚣张了，发布会全程躲躲闪闪，连句真话都没有。你说咱们要不要再加把火？不用吧，再往上推反而容易让网友觉得我们在引导情绪，对后续的诉讼不利。我们要的不是泄愤，是公道。可我看着他们那副嘴脸就生气。爸，之夏说的对，起诉是最稳妥的办法。现在他们的真面目已经彻底露出来了，想赖也赖不掉。亲爱的，起诉吧，把这个律师函寄给酒店。好，我老婆真厉害。律师函，她一个被拆了婚礼的小新娘，还有这本事？就是，你们不要怕，不就是打官司吗？他吓唬谁呢？你们看，律师函还是盛恒律师事务所这种知名大所，我看80%是网上花几百块找人代写吓唬我们呢。各位，先别急着下结论，这封函证据链写得很完整，而且这个格式和行文是盛恒的标准模板，不是代写能仿出来的。那又怎样？我不管他找的什么律所，反正……抱歉，我得马上核实一下，原告和代理律师到底是谁。喂，帮我查一下，热搜那个婚礼案，原告和代理律师是谁？是盛恒律师事务所的林之夏本人。什么？你再说一遍。怎么了？真是个软蛋！你看你吓的那个样子。你闭嘴！我告诉你们，我们酒店要完了！玩什么玩？你们这么大的酒店，连一个小新娘都对付不了吗？就是，老李，究竟怎么回事？你说。说什么？你说你们惹谁不行，偏要惹她？她不就是一个小新娘吗？我这不也是为了酒店的利益着想？小新娘？我告诉你，她是林之夏，这件案子的原告兼代理律师，就是那个盛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业内从不败诉的不败女王林之夏。不可能，怎么会是她？那个打遍业内无敌手的林之夏，我惹的是她。完了，全完了。我们之前还花钱请水军，还开发布会，还说他是普通人。刘律，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起诉书、证据清单、财产保全申请，全部就位。好，明天法庭见。我方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对方的违约事实。审判长，原告请求判令被告酒店返还全部场地费用，赔偿婚礼直接损失、精神损害抚税金，并公开赔礼道歉。请求判令被告詹姆斯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不予认可，这些证据来源不合法，真实性存疑，依法不应采纳。来源不合法，这些证据全是现场实拍，合同盖着酒店的章。那么我请问被告律师，不合法在哪里？全部。这些视频是偷拍，证人证言是事后串通，合同和凭证更可能是伪造。审判长，被告律师刚才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在给原告扣帽子。也罢，既然被告质疑证据，那我们今天一样一样来。先从第一份证据说起。半年前签订的场地合同，这是原告与被告酒店签订的宴会厅预订合同，日期在6个月前，上面有酒店公章、经办人签字，还有银行的付款流水。
一一对应。这是银行付款回单、酒店开具的正式发票以及排期确认之3份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被告律师说合同可能是伪造，那请问酒店的章是假的吗？银行的流水是假的吗？发票是假的吗？这些只能证明原告曾经预定过，不能证明酒店违约。审判长，被告律师刚才还主张全部证据不予接纳，现在又承认合同能证明预定事实，他的陈述前后矛盾。第二，关于现场视频，这不是偷拍，是几十位宾客用各自的手机在公开场合对正在发生的侵权行为进行的录像。根据法律规定，公开场合的取账完全合法。被告说视频来源不合法，那我想请教，不合法在哪？是宾客没资格录，还是酒店做的事儿见不得光？你倒是说话呀！审判长，接下来我要向法庭说明本案最核心的事实：谁先预定，谁超售。6个月前，原告与酒店签订合同，全额付清场地费，锁定宴会厅当天的使用时间。而被告詹姆斯是在婚礼前3天才临时联系酒店，加订同一宴会厅。也就是说，酒店在明知宴会厅已预并的情况下，仍然把同一个厅卖给了第2个客户。这是谁的问题？审判长，我方不否认存在排期冲突，但酒店第一时间就提出了赔偿方案，是原告不配合，执意不肯离开，才导致后续局面失控。不肯离开。被告律师，原告的合同在有效期内已经按约入场，布置完毕，宾客到齐，合同履行了一半，你让原告自己离开。酒店超销在先，出了问题，本应好好与客户协商，在客户自愿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可你们做了什么？带着保安冲进来，强拆布置，驱逐宾客。审判长，这不是排期冲突，这是酒店单方面违约，并且用暴力手段强迫原告接受违约后果。审判长，我方申请延期审理。原告提交的证据数量庞大，来源复杂，我方需要时间逐一核实真伪。在证据真实性未确认之前，我方保留对全部证据的质证权利。审判长，被告申请延期，理由是需要核实证据。可这些证据，合同、发票、排期单，都是半年前就存在的书面材料。被告酒店作为合同相对方，手中本就有原件。核实自己的合同，需要延期吗？至于现场视频，几十位宾客独立拍摄，时间器连续可查，随时可以申请司法鉴定。被告若真怀疑剪辑，大可在庭上当场质证，而不是用延期来拖延时间。审判长，被告的延期申请既无正当理由，也无法律依据，我方请求法庭驳回被告的延期申请，理由不成立。本庭予以驳回。继续开庭。审判长，原告申请当庭播放现场视频证据。准许。哈哈哈哈哈哈！他们太过分了！被告律师，现在我问你，酒店有什么权利这么做？这是酒店根据经营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应急措施？那请告诉我，哪一条法律允许酒店在合同有效期内强行闯入客户已布置好的场地，拆毁私人财物，暴力驱逐合法消费者？当时是特殊情况。审判长，
被告律师无法回答，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赋予酒店这种权利。审判长，我方要说明的是，酒店这么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原告占据场地不肯退让，酒店只能采取必要措施，主观上没有恶意。没有恶意。审判长，被告律师的答辩逻辑，我帮大家理一理。他承认酒店闯进了我的婚礼，承认拆了我的布置，承认赶走了我的宾客，然后告诉我，这是不得已。请问，什么叫不得已？酒店超效是谁造成的？是我的问题吗？他们自己排期错错，却把后果强加到客户头上，这也能叫不得已？一个经营5星级酒店的企业，遇到排期冲突，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协商、调换场地、赔偿损失，取得客户同意。可他们一样都没做，他们选择的是带着10名保安冲进婚礼现场，用暴力解决问题。这不是不得已，这是有预谋的强拆。废物，你他妈会不会说话？詹姆斯先生，接下来该说说咱们的事。审判长，接下来的举证将证明酒店所谓的不得已，根本不是无奈之举，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合谋。请当庭播放第2段视频。赵经理，我不管你们酒店有没有档期，这个宴会厅我必须要。詹姆斯先生，您放心，您可是我们的顶级 VIP， 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詹姆斯临时加订宴会厅，酒店非但没有告知他已满房，反而当场应下，这是排期冲突该有的处理方式吗？您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后天就把那个占用宴会厅的客户清走。酒店明知宴会厅已订给原告，却为了讨好这位 VIP， 直接承诺腾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原告协商。这是正常的客户接待，不能证明什么。那么我请问，一个正常的企业遇到满房会怎么做？道歉、解释、引导客户换厅。而这家酒店选择的是3天后带保安强拆。请问被告律师，提前3天就做好了强拆准备，这还叫没有恶意吗？审判长，我方申请排除这份录音证据。这是原告非法窃取的私人通话记录，侵犯了被告的隐私权，取证程序违法，依法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审判长，被告主张这份录音非法窃取，那请问被告律师，这份录音是原告潜入酒店偷录的，还是原告通过非法手段截取的？都不是。这份录音是原告依法申请，由法院依职权调取，程序完全合规。被告酒店与詹姆斯之间的内部沟通记录本就属于酒店经营资料，原告作为受害方依法申请调取，何来非法窃取？更何况，被告律师一边主张证据来源不合法，一边又对合同、发票的真实性避而不谈。请问，被告方是打算把法庭上所有对己不利的证据都扣上一顶非法的帽子吗？我只是依法行使质证权利。依法行使质证权利，当然可以，但请被告律师记住，法律保护的是合法权利，不是用来给违法行为当挡箭牌的。被告的排除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庭不予支持。继续举证。现在，我要把一个问题摆到台面上。詹姆斯先生，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婚礼前3天加订那个宴会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犯法。宴会厅是我花钱订的，也不是我赶你走。你花钱订的，那就请詹姆斯先生当着法庭的面，说说你是怎么订的。我那天有重要活动，酒店知道我是老客户，主动帮我安排。怎么了？我花钱订场地，犯法了？
审判长，这是酒店的宴会厅排期系统记录，上面清楚显示，原告的预定在半年前就已确认，而詹姆斯的预定是3天前才临时插入的。一个半年前就定好的场地，一个3天前才加塞进来的人，最后被赶出去的却是先定的原告。詹姆斯先生，你觉得这正常吗？审判长，酒店为什么宁可违约也要满足一个3天前才来的人？答案很快就会揭晓。被告詹姆斯自称在酒店花费巨资，有重要活动，享有优先权。那么，我向法庭出示一组证据，看看这个优先权到底是什么。这是詹姆斯的酒店消费记录，表面上看他是高消费 VIP， 但细查每一笔，大量虚开发票、偷税漏税，还有酒店销售主管私下给他的回扣。也就是说，詹姆斯和酒店之间根本不是正常的客户关系，而是通过不正当交易互相输送利益。酒店利用系统漏洞，为了巴结你这个金主，不惜违约，强拆原告的婚礼，让你用不正当手段抢占场地，这就是所谓的优先权。胡说八道！你血口喷人！被告，请坐下。审判长，这些证据清楚表明，酒店与詹姆斯相互勾结，以不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直接导致我们无辜第三方受害。我是老客户，我在那家酒店花了几百万，他们给我点照顾怎么了？我给点小费，理所应当，这又不犯法。我照顾酒店生意，酒店给我安排场地，天经地义。你别拿那些破纪录糊弄人。你的消费记录、酒店的财务往来、销售主管的收款明细全都在这里，你觉得这些说得通吗？当然，你也可以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消费有一半是虚开发票？为什么酒店销售主管的账户会定期收到你的小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反正我没犯法，我什么都没做。没关系，这里还有更直接的东西。审判长，这是酒店销售主管与詹姆斯之间的全部沟通记录，从婚礼前3天到婚礼当天，他们的每一步安排都在这上面。你怎么会有我的聊天记录？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权，这是非法证据，无效。詹姆斯先生，你承认这是你的聊天记录了？审判长，被告詹姆斯刚才已当庭确认，这份记录是他的真实聊天记录。这份记录是原告依法申请，由法院调取，程序完全合规，证据来源合法。他清楚证明詹姆斯与酒店销售主管勾结，以不正当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直接导致原告受害。证据确凿，事实充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审判长，这是最后一份证据。婚礼当天，酒店调取的全部安保记录、内部沟通记录，以及詹姆斯要求清场的原始指令。这还有人性吗？人家一辈子一次的婚礼，就被你们这么毁了！严惩，必须严惩！被告律师，刚才酒店说主观上没有恶意，提前就做好了清场准备，你告诉我，这叫没有恶意？不，这些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我不信，我不信！被告，立即坐下，注意你的法庭行为。
活该。审判长，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酒店为了一己私利，践踏合同，践踏法律，践踏一个普通家庭的婚礼。我请求法庭依法判决，还受害者一个公道。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普通人得到公正的对待，让践踏规则的人付出代价。肃静！本院现在开始执行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某国际大酒店在原告婚礼当日，未经原告同意，强行拆除婚礼布置，驱赶宾客，构成合同违约、非法侵入、故意毁坏财物、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等多项违法事实。现判决如下：一、被告某国际大酒店赔偿原告婚礼损失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300万元整。二、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并在其官方平台置顶道歉声明30日。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判得好，就该这样。300万，让他们长记性。被告詹姆斯·威尔逊虚开发票、偷套税款，向酒店销售主管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教唆、指使酒店工作人员非法侵入他人场地，毁坏他人财物。我没有，你们这是诬陷！我要请律师，我要上诉。被告坐下。本院已依法查明事实，证据确凿。现判决如下：一、被告詹姆斯·威尔逊犯虚开发票罪、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二、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200万元。三、驱逐出境，5年内不得入境。活该，滚出中国！判得好，让他知道法律不是好惹的。审判长，我方申请上诉。上诉是你的权利，但本院判决即刻生效。好，我儿子娶了个好媳妇儿。之夏，妈为你骄傲。法务总监先生，300万只是开始。你回去告诉你们酒店，法律从来不是有钱人的玩具。詹姆斯先生，还记得婚礼那天，你让我滚出去吗？现在，该你滚了。记住，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之夏，你做到了，你真的做到了。我说过，我会让践踏我们婚礼的人付出代价。好孩子，妈这辈子没白活。这只是开始，每一个践踏普通人尊严的人，都应该付出代价。林律师，请问您对判决结果满意吗？法律给出了最公正的答案。我感谢法庭，也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人。林律师，听说酒店和詹姆斯都表示要上诉，您怎么看？上诉是他们的权利，但事实就是事实，证据就是证据。无论上诉多少次，结果都不会改变。林之夏，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詹姆斯先生，你现在是缓刑犯，5年内不得入境。我劝你，还是想想怎么好好改造吧。
妈，今晚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好，回家，妈给你做一大锅。500万，还有刑事判决，我们酒店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在法庭上被一个女律师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你还有什么脸坐在这儿？董事长，我尽力了。尽力？你让酒店赔了300万，这叫尽力？从今天起，你被解雇了，滚！还有你们，一个负责公关，一个负责销售，结果呢？一个把舆论搞砸，一个收受贿赂，一起滚！赵经理，你可是我们酒店的功臣呐！为了讨好 VIP， 把酒店推上了被告席。董事长，我错了，我都是为了酒店啊！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机会？你让酒店赔了300万，还背上了案底，你觉得还有机会吗？不要开除我！我在这儿干了8年啊！放开我！我为酒店干了8年啊！老实点，老实点。看，就是这家酒店，婚礼那天拆人家拱门的，活该，这下遭报应了吧？我们是行业协会稽查组的赵丽、王强、李乔，你们涉嫌违反行业规范，请配合调查。行业协会，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行业形象，协会决定对你们3人进行行业通报，并永久列入行业黑名单。黑名单，我完了，我彻底完了！不，你们不能这样！我上有老下有小，求求你们！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带走。好，这种人就该拉黑。掀翻了，还是林律师厉害，一个案子把整个酒店都掀翻了。林姐，大新闻，酒店那3个人被行业协会拉黑了，赵丽当场就瘫了。意料之中，他们拆的不只是我的婚礼，是整个行业的底线，底线破了就该付出代价。赵丽，根据调查，婚礼当天是你下令拆除原告的婚礼布置，对吗？我是奉命行事，是詹姆斯要求的。奉命？你是酒店经理，不是詹姆斯的私人管家，你明知那是违法的，还是做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们别拉黑我，我女儿还在上学，我不能没有工作。你负责酒店公关，不仅没有道歉，反而在网上雇水兵抹黑原告，对吗？我那是为了酒店，我是公关总监，我的职责就是维护酒店形象，我有什么错？维护形象？你维护的是酒店的形象，还是你自己的饭碗？你雇水军抹黑一个受害者，这叫维护形象？完了，全完了！王强，你涉嫌收受詹姆斯贿赂，为其虚开发票，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请你配合调查。林姐，销售主管王强被公安带走了，赵丽和李乔被行业拉黑。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只要还有人想靠践踏别人上位，就不会停。林姐，那詹姆斯呢？詹姆斯，他的好戏才刚刚开始。林之夏，都是你害的！詹姆斯·威尔逊先生，集团董事会决议，鉴于你涉嫌违法犯罪，严重损害集团声誉，现正式解除你的亚太区总裁职务。你们敢！
我为集团赚了多少钱？你们凭什么解雇我？凭你让集团股价跌了20%，凭你让集团在中国市场名誉扫地，凭你是个罪犯。我要见董事长，我要告你们，这是非法解雇。詹姆斯先生，你涉嫌行贿、虚开发票，已经被判刑。集团解雇一个罪犯，天经地义。保安，请这位前总裁出去。放开我！你们这群白眼狼！我为集团卖命10年，10年！活该，平时那么嚣张，现在遭报应了。听说他被判了缓刑5年呢。林姐，我收到消息，詹姆斯被公司解雇了，驱逐出境了。账都算清了，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正在被欺负，他们的账谁来算呢？林姐，外面来了一对母子，说是要找你帮忙，看起来挺惨，请他们进来。林律师，求求您救救我们一家吧！阿姨，您别这样，有什么话慢慢说。我们去年买了套新房，找了家装修公司装修，结果他们偷工减料，用的全是劣质材料。我儿子住进去没几个月，就查出甲醛中毒，现在天天咳嗽，医院都去了好几趟。妈，别说了，都是我不好。阿姨，你们签合同了吗？装修公司叫什么名字？签了，合同在这儿。装修公司叫金装天下。阿姨，这份合同有问题。你们签的是全包合同，但里面很多条款都是对装修公司有利的霸王条款，而且你们付了全款，但合同里根本没有约定材料品牌和环保标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攒了一辈子的钱，就买了这一套房啊！阿姨，别急，这个案子我接了。阿姨您放心，我会让金装天下把吃进去的钱一分不少的吐出来。林律师，谢谢您，谢谢您。林律师，我们什么都不懂，要是没有你，我们娘俩真的走投无路了。您放心，所有合法维权的流程我都帮您走到底。咱们今天先去做室内甲醛含量检测，拿到报告就是最关键的第一步。预约了吗？今天的取样排满了，下周再来吧。啊，还要等1周？可是我儿子……我们已经提前3天线上预约了上门取样，麻烦你核对一下预约号。又是个难缠的主。哦，看见了，样本先放这儿吧。检测结果大概15个工作日之后出，等着叫号。还要等15天？我们跑了好多地方了，再拖下去我们真的拖不起啊！没办法，规定就是这么走的，嫌慢你们找别家。根据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民用住宅 I 类工程的甲醛检测法定时限不能超过7个工作日。我们已经按要求把封闭门窗12小时后的取样完成，你这边只需要做实验室苯烯和铜脂浓度定量。为什么要拖到15个工作日？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最近单子多，都得排队。门口公示的今日待检测样本量是12份，你们实验室满负荷1天能处理17份，空位完全够。更何况，金装天下装修公司是你们中心长期合作的大客户，对吧？我知道行业里的规矩，大客户打了招呼，中小客户的单就往后压。但如果检测机构故意延迟出报告，数据造假，一旦被市场监管局查到，不仅会被罚款，还会吊销检测资质。你作为经手检测员，
也要负连带责任，对吧？我这里有刚刚进门的全程录音，如果今天我们按流程拿不到检测报告，我会带着录音直接去监管局投诉，顺便请媒体过来问问，这家检测中心是不是只给大客户办事，不接普通人的单？哎呀，林律师，您看您说的，我就是记错排期了，我这就给您办。3天，我们赶时间。行，就3天，我现在就办手续。林律师，你真的太厉害了！刚才我以为又要黄了。林律师，要不是你，我们肯定又拿不到报告了，真不知道怎么谢你。咱们只是拿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等报告出来，咱们就去找这个金装天下的公司，该退的钱，该赔的医药费，1分都不会少。金总，林律师来了。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不败女王林律师吗？什么风把您吹来了？金总，我是为张阿姨家的装修案来的。你们公司给她家装修，甲醛超标，导致她儿子中毒住院，这事儿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林律师，您说笑了，我们公司装修用的都是环保材料，怎么可能甲醛超标？肯定是他们自己买的家具有问题。是吗？那这份检测报告，您看看。这报告你们从哪儿弄来的？金总，这报告是省级检测机构出具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林律师，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儿，有些事儿不是你一个律师能管的。金总，我这个人就爱管闲事，尤其是欺负普通人的闲事。咱们法庭见。林姐，金总那种人心狠手辣，你接这个案子会不会有危险？危险？我要是怕危险，就不会当律师了。刘律，你记住，我们每接一个案子，就是给一个普通人撑腰。他们被欺负的时候，没人帮他们，现在我们就是他们的靠山。林姐，我明白了。金装天下偷工减料、甲醛超标，害人中毒，这笔账我记下了。我会让你把吃进去的全部吐出来。你们是谁？这里不能随便进。我是律师，受当事人委托来调查取证，这是法院的调查令。喂，质检部门吗？对，我举报金装天下仓库涉嫌使用不合格建材，地址是……林律师，您请进。这油漆味道不对，刘志，拍照取证。这些板材没有环保标识，也没有生产日期，全是3无产品。林之夏，你敢闯我的仓库！金总，我今天来到这里，完全是依法取证。你仓库里存放的这些没有任何合格标识的3无建材，就是当初害得张阿姨儿子新房入住后身体中毒的罪魁祸首。你胡说！这些全都是通过正规渠道进货的合格产品。合格？你看看你面前这桶油漆，连最基本的生产厂家信息都找不到半个字。金总，你倒是告诉我，连生产信息都没有的产品，这也能叫合格？给我把他们2个立刻赶出去！都站在原地别动！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这里涉嫌长期使用不合格建材开展装修经营。同志，这都是误会，真的都是误会。是不是误会？等我们把建材抽检回去检测之后，自然就会清楚。现场所有这批建材
全部原地封存，送回机构检验。金总，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做这一切仅仅只是为了张阿姨一家吧？你靠着这些赚黑心钱的三无建材，这些年已经害了多少个无辜家庭，你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你欠下的这笔账，我会一件一件核对，一笔一笔跟你彻彻底底算清楚。林姐，金装天下那批建材的最终质检结果已经出来了，他们仓库里扣押的所有建材，甲醛含量足足超出安全标准10几倍。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半都是没有生产信息合格证明的三无产品。这些赚黑心钱的无良商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什么罔具人命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林律，看看是哪位客人来了。林律，打扰了，我特意过来，就是想跟您好好谈谈这件事儿。林律师，这里一共是50万，求您高抬贵手，把张阿姨告我的那个案子撤下来。这些钱就当是给您买茶喝的一点心意。金总，你这是当面向我行贿？不，这哪里能是行贿啊？这就是一点感谢费，感谢您大人有大量，不跟我们这些小人物一般见识。金总，你给我听好了，我做律师这么多年，从来不吃你这一套歪门邪道。你这些钱，还是留着给自己请个好点的辩护律师吧，到了法庭上还用得上。林律师，您再多考虑考虑，50万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吧？50万？你要不要想想张阿姨的儿子住院治疗前后已经花了多少钱？那些被你卖出去的三无建材害得甲醛中毒的家庭，为了治病又花了多少钱？金总，你欠这些受害家庭的远远不止这50万。刘律，通知楼下保安，把不请自来的客人请出去。林之夏，你别后悔。林姐，金装天下的财产保全申请，法院已经批了，金总的账户、房产、公司股权全部冻结。林律师，真的吗？那我们是不是能拿回钱了？阿姨，这只是第一步，财产保卷冻结了他的资产，他就跑不掉了。接下来，我们就等开庭，让他把吃进去的钱一分不少的吐出来。黑心律师林之夏坑害良善企业，滚出来！滚出来！阿姨别怕，我出去看看。林姐，他们这是诽谤，我这就报警。别急，先拍照，把他们的脸、横幅、车牌全部拍下来。你拍什么拍？你就是那个专门坑人的黑心律师林之夏吧？收了原告的钱坑我们金总，今天你不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说法，你别想走出这个大门。你们是金总花钱雇来闹事的吧？我在这里提醒你们一句，公然在公共场所聚众滋事，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这些行为都是要负对应的法律责任，情节严重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现在立刻离开，一切还来得及。你少在这儿吓唬人，我们今天就安安稳稳站在这儿，我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喂，您好，这里是盛恒律师事务所门口，现在有多人在这里聚众闹事，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影响律所正常经营，请你们尽快过来处理一下。林姐，你也太厉害了，几句话就把这帮凶神恶煞的人全都吓跑了。这些人不过是金总推出来试探我们的棋子，他们自己也知道闹事违法，根本不敢真的留在这里。他们急着出来闹事，恰恰说明金总自己心里慌了。好，我知道了，我这边会准时准备好。
林姐，出什么事儿了？法院通知，案子提前开庭，明天就开庭。刘律，我们立刻回去整理准备全套开庭材料。明白，我现在就去安排。尊敬的审判长，我方当事人金装天下装修公司自开业以来，始终按照法律法规合法经营，从来没有使用过不符合国安全标准的不合格建材。原告方提起诉讼时主张的暗设房屋甲醛超标一说，完全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无稽之谈。尊敬的审判长，我方现在申请当庭提交并出示我方收集整理的全套证据，证明我方的诉讼主张。准许原告方出示证据。这第一份是省级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正式检测报告，结果明确显示，暗设装修使用建材的甲醛含量超出国家安全标准10几倍。这第二组是拍摄自金装天下官方仓库的现场照片，可以看到这些待使用的建材全都是3无产品，既没有国家要求的环保合格标识，也没有基本的生产日期和生产厂家信息。这第三份是市场监管质检部门出具的正式封存送检记录，对仓库的涉案建材全部进行了封存检测。这些证据只能证明金装天下的仓库里确实有这批建材存在问题，但根本不能证明原告房屋装修用的就是这批建材啊！是吗？那这份张阿姨和金装天下签订的正式装修合同呢？这份合同里已经明确约定，整个装修过程的全部装修材料都由被告金装天下装修公司全包提供。原告张阿姨一家从装修开始到结束，从来没有自行购买过任何一件装修建材。请问被告方律师，这些货不对宝的3无建材，不是你们金装天下用在了张阿姨家的装修上，还能是谁用的？你倒是说话反驳呀！尊敬的审判长，我方还有一份十分关键的证据。本案被告金总曾经亲自携带50万元现金到我的办公场所向我行贿，要求我方撤回对他的起诉。什么？审判长，这是当时金总到我办公室行贿时我留存的完整录音，可以作为本案的关键组证。林律师，这是50万，您高抬贵手，撤了张阿姨那个案子。这是假的，全都是假的，他这是故意陷害我。被告，请你保持冷静，立刻坐下，遵守法庭秩序。审判长，这次行贿未遂是被告金总主动送上门的关键证据，他愿意拿出50万来无水我方撤诉，恰恰说明他自己的心虚，清楚地知道自身的违法犯罪事实，也清楚本案证据对他不利。本院依照法定程序经审理查明，被告金装天下装修公司在装修工程中使用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不合格建材，直接导致原告张某某之子甲醛中毒。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提交的各项证据确凿充分，足以认定。现判决如下：一、被告金装天下装修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张某某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品共计人民币80万元。二、被告金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阿姨，案子赢了，您和小张终于可以安心了。林律师，太谢谢您了，您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林姐，金总案一判，网上全是叫好的，都说你是普通人维权第一人。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林律师，求求您救救我老伴儿！大爷，您别这样，有什么话慢慢说。我老伴儿在康乐之家养老院住了3年，上个月我去看他，发现他胳膊上全是淤青。我问他，他光哭不敢说。爸，我早就说那养老院有问题，
妈住进去之后越来越瘦，精神也越来越差。我去问院长，他们说是正常衰老。大爷，您有证据吗？比如照片、视频或者老人自己说的话？没有，我老伴儿不敢说，我一问他就哭。我找过养老院，他们把我轰出来了。大爷，这件事我接了，不过我需要先实地调查一下。刘律，帮我查一下康乐之家养老院的资质、法人、经营状况。另外，联系几个在那儿住过的老人家属，看看有没有类似情况。明白。林姐，你是怀疑一个养老院敢虐待老人，还敢把家属轰出来，背后肯定有人撑腰。我倒要看看是谁。哎呀，这位女士，您是来看养老院的吧？我们康乐之家可是全市最好的养老院，环境好，服务好，老人住进来跟住5星级酒店一样。是吗？那我参观参观。那位护工在干什么？哦，那是给老人做康复训练呢，正常，正常。资质证书是复验件，法人一栏模糊不清。这个养老院问题不小。女士，您要是满意，随时可以签约。我们这儿床位紧张，晚了可就没位置了。钱总，我回去考虑考虑。不过，我听说你们这儿有老人被虐待。女士，这话可不能乱说。我们康乐之家是正规企业，你要是听信谣言，到处乱说，小心惹祸上身。钱总，我只是随口一问，您别紧张。这个女人究竟是谁？来者不善啊！林姐，这个护工拽老人的动作确实很粗暴，但光凭这个很难定养老院的罪。我知道，所以我需要更多证据。刘律，你查到什么了？查到了，康乐之家的法人叫钱富贵，就是那个钱总，他名下还有3家养老院，都是同一套班子。而且，我查到一条线索，康乐之家跟仁和医疗集团有业务往来。仁和医疗集团，就是那个做医疗器械的上市公司。对，康乐之家每年从仁和医疗采购大量医疗器械，金额远超正常需求。我怀疑这里面有猫腻。养老院采购医疗器械，金额异常，要么是虚开发票，要么是克扣老人医疗费，套取医保资金。林姐，你是说他们拿老人的医保卡查？刘律，想办法接触几个在康乐之家住过的老人家属，看看有没有老人医保卡被异常刷卡的记录。好的，我马上安排。证据不足，看来今晚得去养老院探探行刑了。奶奶，别怕。我是王大爷请来的律师，来帮您的。你快走，他们会打你的。奶奶，您别怕，您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对您的？您身上的伤是谁打的？是那个护工小刘，他嫌我吃饭慢，就掐我，还不给我饭吃。奶奶，您放心，从今天起，没人再敢欺负您了。谁在里面？老不死的，大半夜不睡觉，折腾什么？对不起，我错了，我听话，我现在就睡觉。真晦气！奶奶，你别怕，他们会有报应的。你再稍微忍耐一下，我马上就救你出来。林姐，我总觉得最近有人在跟踪我们。我知道，从昨天开始，楼下那辆黑色轿车一直停着没动。那怎么办？要不要报警？报警没用，他们没动手，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刘律，你记住，我们做的是正事儿，不怕他们盯。他们越盯，越说明我们对了方向。之夏，
我听说你接了养老院的案子，还被人跟踪了。没事，都是小场面，你不用担心。之夏，我不怕事儿，但我怕你出事儿。那个钱总我查过了，他以前是混社会的，手底下养着一帮人，你一个人太危险。陈默，我知道你担心我，但你想想，那些被虐待的老人，他们连家人都见不到，谁替他们出头？我要是怕了，他们就更没指望了。好，那我陪你，以后你去哪儿，我跟着。什么？王大爷的老伴儿被养老院连夜转走了？怎么了？钱总把王大爷的老伴儿转走了，想销毁证据。他这是狗急跳墙了。那怎么办？老人会不会有危险？他不敢对老人怎么样，只是想藏人。刘律，立刻联系王大爷，让他报警，说老人失踪。另外，查一下康乐之家名下所有养老院，看看老人被转到哪儿了。明白？我这就去办。之夏，钱总已经开始动手了，他今天能转走老人，明天就能对你下手。你答应我，不管查到什么，都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我答应你，陈明，你放心，谁都惜命，我还要留着这条命，把那些欺负老人的坏人一个个送进去。好，那我陪你，以后你去哪儿，我跟着。好。林姐，王大爷的老伴儿被转到了康乐之家在城郊的分院，我已经联系了那边的家属，他们说那家分院也经常有老人被虐待的。果然，刘志，把城郊分院的地址发给我，明天一早我去看看。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陪你去。好，有你我更安心。钱总，你越是这样，我越要查到底。你藏得了一时，藏不了一世。林律师，我们又见面了。怎么，上次参观没看够？钱总，王大爷的老伴儿呢？我们是来接王大爷的老伴儿的。我告诉你，他儿子已经报警，说老人失踪了。失踪？笑话！老太太在我这住的好好的，怎么就失踪了？林律师，你可别血口喷人啊！钱总，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们康乐之家养老院虐待老人，还非法拘禁，你们已经在犯罪了，赶快把王大爷的老伴儿交出来！你血口喷人！老太太跟我签了合同，自愿住在我这儿的，我犯什么罪了？老太太是自愿的，这叫什么非法拘禁？不错，不过合同是老太太签的，还是你逼她签的？她胳膊上的淤青是自愿的，她半夜被转走也是自愿的，你究竟交不交人？不是我不交，老太太不愿意走，我也没有办法。我告诉你，你没有证据就污蔑我，我告你诽谤。钱总，你感觉我没有证据，会到这里来吗？究竟是不是诽谤，一会儿我们就清楚了。您好，警官，我怀疑这家养老院非法拘禁老人，虐待老人。老太太人在哪里？那个警官，误会，都是误会，老太太就在里面，好好的。老头子，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老伴儿，你受苦了。钱总，这位老人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那是他自己摔的。警官，我这里有护工漠视老人的视频，还有这家养老院涉嫌套取老人医保，这些证据我稍后一并提交。他真有证据。林律师，谢谢您，要不是您，我老伴儿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大爷，您别这样，这是我应该做的。您先带奶奶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身体，后续的赔偿我来帮您争取。好，林律师，您真是一个好人啊！林律师，你提供的证据很有价值。这个养老院我们盯了很久了，一直没抓到实锤，这次多亏了你。警官，这是我应该做的。老人辛苦一辈子，不该在晚年受这种罪。后续如果需要我配合，随时找我。好，林律师，你是个好人，这个社会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林律师，谢谢您。大爷，快带奶奶去医院，后续的赔偿交给我。审判长，我方当事人康乐之家养老院一直合法经营，原告方所谓的虐待老人，纯属个别护工的个人行为，与我方当事人无关。
审判长，我方申请当庭出示证据。准许。这是护工虐待老人的视频，这是老人身上的伤痕，这是老人被连夜转走的监控记录。请问被告律师，这些都是个别护工的个人行为吗？这些只能证明护工有问题，不能证明我方当事人指使。是吗？那这份账目呢？康乐之家每年从仁和医疗采购医疗器械，金额远超正常需求，而这些器械根本没有用到老人身上。请问被告律师，这些钱去哪儿了？还有，康乐之家涉嫌套取老人医保资金，这是老人医保卡的异常刷卡记录，这是资金流向。这些证据已经提交给监管部门。假的，都是假的，他陷害我！被告，坐下。审判长，被告钱某指使护工虐待老人，套取老人医保资金，非法拘禁老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方请求法庭依法严惩。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钱某指使员工虐待老人，套取医保资金，非法拘禁老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现判决如下：一、被告钱某犯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二、康乐之家养老院吊销营业执照，永久关停。三、被告赔偿受害老人精神损害风声分，共计人民币50万元。老伴儿，咱们的冤屈终于洗清了。大爷，案子赢了，您和老伴儿可以安心了。林姐，自从康乐之家这家违规养老院被关停之后，圈里都传开了，说你是专治无良养老院的养老院克星。我只是做了身为律师该做的事。这些老人辛辛苦苦操劳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到退休养老，本来就该安安稳稳度过晚年，不该在风烛残年受这种无端的罪。你好，请问你找谁？林律师，我叫小美，我在网上看到您帮老人打赢官司的新闻，求您救救我！有什么需求你说。这是怎么弄的？我现在真的没法活了，原先好好的工作丢了，我现在连家门都不敢出，见不了人。先起来，慢慢说，出什么事了？喝口水，从头说。3个月前，我进了伊人风尚医美，咨询师说我底子好，做个鼻综合，打几针填充就能变明星脸，10万块，我攒了2年，还借了点。第一次手术完，脸肿得跟猪头一样，他们说正常让我等，结果消肿后就变成了这样。我去找他们说是我体质问题。第2次免费修复，然后留下了这条疤。他们把我赶出来，还威胁我，敢乱说就让我身败名裂。我只是一个外地打工的，我斗不过他们。体质问题，霸王条款，上百条风险全推给消费者，出事就甩锅，他们推不掉的，我替你讨回公道。真的吗？我从不骗人，尤其是不骗受害者。您好，
我找你们负责人赵启明。林律师，最近名气很大呀，怎么来咨询整形？你想多了，赵院长。小美女士你认识吧？我是小美女士的代理律师，她在你这里手术失败，严重毁容，我来协商解决方案。小美，哦，是那个疤痕体质的客人，术前告知书写的清清楚楚，她本人签字确认，我们没有任何责任。疤痕体质，那第二次修复手术为什么造成更严重的伤害？这条10公分的疤，也是体质问题？当然是，疤痕体质做任何手术都可能增生，这是医学常识，不懂了吧，林律师？就算我再不懂医学，也能看出来你们在欺负受害者。赵院长，我可不可以认为你们是不打算好好的协商解决了？当然，林律师怎么认为是林律师的事情，但我劝你一句，我可懂法。是吗？那赵院长，下次见面，希望你还能这么笑。按照行业常识，合规合格的正规填充产品，极少会引发这么大面积的皮下组织坏死。给小美注射的到底是什么来路不明的东西？之夏，你之前让我查的资料我已经拿到了。原来如此，用的全是没有资质的3无产品。这还是我托业内朋友帮忙才查到的内部记录，正规公开渠道根本查不到这家供应商公司的任何信息。天哪，这个赵启明真是个老狐狸，居然用成本低廉的假货冒充正规进口产品。假货成本顶多是正规货的1/10，卖给客户却翻了几10倍的价格赚黑心钱。这下可抓到了，这就是他整个黑产业链的7寸命脉。走，我们现在去找一个人。找谁？当时负责签收这些内部专用填充剂的人。之夏，这个李云真的愿意开口吗？赵启明给他的钱肯定不少，万一他铁了心帮赵启明买……采购记录上明明白白写着收婚人是他，他比我们清楚。这件事一旦爆出来，他脱不了干系。现在他只是被赵启明吓住了。您好，有人吗？有事吗？你找谁？李云小姐，我是盛恒律师事务所的林之夏。我来是为了小美的事，没有别的恶意。我不认识什么小美，你肯定找错人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走吧。你躲得了吗？你去年3月到今年8月，签收的每一批伊人丰氏的内部专用填充剂，我都清楚来源。我不是来抓你的，我是来帮你的，也帮那些已经被伤害和可能被伤害的人。你怎么会查到这里？赵启明说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我知道你不是主动要帮他做这些事的，但你想想，赵启明用这些假货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从事像小美这样的女孩身上刮下来的。今天是小美毁容，下一个说不定就是别的等着变美的女孩，搞不好就是别人的女儿，别人的母亲。我也不想，我真的没办法呀。赵启明说，只要我老老实实签字收货，就给我妈涨护理费。我要是敢往外说半个字，他就断了我妈所有治疗。我还有什么办法啊？这里面有10万块，是我聘请你做案件证人的预付金。我调查过，知道你母亲治病需要钱，你为了躲赵启明，连工作都辞了，肯定早就扛不住了。这我不能要，我还没帮你做任何事。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3天之后，如果你愿意出来指证赵启明，就带着所有你能拿到的销记录来盛恒律所找我。哪怕你最后不敢来，这钱也没关系，就当我帮你，帮一个愿意守住良知的年轻人给阿姨凑的治疗费。
林律师，我仔细想了整整3天，我想好了，我愿意出来作证，指证赵启明。欢迎你来，你今天做出的会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请坐。说说那个填充剂到底是怎么回事吧。那种一直被赵启明吹成进口高级货的内部专用填充剂，根本就不是什么合规美容产品，它就是一种早就被国家明令禁止、绝对不允许用于人体注射的违规化学品，成本低得可怜，注入人体之后根本没法被自然吸收，还会在皮下不停游走移位，时间久了会引发大面积炎症增生用块，甚至会诱发细胞癌变。这帮唯利是图的家伙简直丧尽天良，为了赚黑心钱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根本就是明晃晃的故意伤害。当初给小美做填充手术的根本就不是赵启明本人，他让一个刚上手没多久的助理医生做的手术，他从头到尾就只是站在旁边看着。后来小美出了问题，还是他亲自上手做修复，可他自己技术也根本不过关，操作不当反而给小美造成了更严重的永久损伤。李云，从今天开始，你先搬到我们安排好的安全地方住。从现在到开庭，不要和任何无关的人联系，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之夏，赵启明那边有动作了。来得正好。赵老大说的那个女人应该就住在这里。走吧，赵老大说了，让这个女人老实点儿，事后我们就可以舒服一阵子啦。大晚上的，你们来这儿干嘛？你们是谁啊？关你屁事！我们约了朋友来找这儿找人。告诉你们，这栋楼最近不方便无关的外人进出，离这里远点儿。滚！谢谢林律师，他们走了。安心。之夏，你算得太神了。赵启明急着派人跑到小美住处恐吓，说明他已经乱了阵脚，开始慌了。他越是着急，越容易沉不住气，露出的漏洞也就越多。鱼开始咬钩了。赵启明那边恐吓小美不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这批3无填充剂是他最大的把柄，换作是我，肯定第一时间毁证灭议，死无对证。没错，他的机构还在正常营业，仓库里肯定还有没用完的存货。只要他连夜把货处理掉，回头反咬一口说我们伪造证据，李云的证词就会被削弱很多。他肯定会这么做，恐吓是第1步，毁证是第2步。他现在越慌，动作就越快，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刘律，你现在立刻整理好我们所有的采购记录、李云的证言笔录，还有产品样本的初步检测说明，全部整理成正式的举报材料。好，我马上弄。陈默，你帮我联系一下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支队，就说我们掌握了辖区内一家医美机构使用无资质医疗美容产品的完整证据，申请联合突击检查，时间就定在明天凌晨，赶在他们转移销毁之前，人赃并获。没问题，我现在就对接。楼下的人被拦回来了，连个小姑娘都搞不定，一群废物！赵总，不好了，我们的仓库被抄了，还上了热搜。什么？林律师，我去年在他们家做的苹果肌填充，到现在脸上还硬邦邦的，一笑就特别假。我去找他们，他们非说是我自己吸收不好，还让我加钱做修复。我这是去皱针打坏了，肌肉都僵了，
抬眉毛都费劲。他们威胁我说，敢闹出去就告我诽谤。我一个上班族，哪敢跟他们斗啊？我之前也是这样，他们就抓住我们怕事儿、爱面子的心理，出事了就连哄带吓，逼着我们自认倒霉。这还只是找上门来的，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被蒙在鼓里。赵启明这家伙坑了太多人了。大家放心，只要是在伊人峰上接受过医美项目，权益受到损害的，都可以登记信息，我们会统一整理证据，集体维权。谢谢林律师，谢谢您愿意帮我们。林律，赵启明在楼下等着，想约您单独见面谈和解。他还有脸来？之前那么嚣张，现在证据被抄了就想和解了？来者是客，请他上来。我也想听听他准备怎么谈。林律师，久仰久仰。赵院长有什么话，直说吧。林律师是爽快人，我也不绕弯子了。所有客人所有的损失，我全赔。赵院长倒是大方，不过我看你这和解协议里有一条挺有意思，乙方不得再追究产品相关责任。林律师，刘律，做生意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认罚，我赔罪，该我的责任我全担着。大家各退一步，把事情了结了，对谁都好，对吧？对谁都好。对那些被三无产品毁了脸的女孩来说，也好吗？这也叫对大家都好？林律师，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赢了官司，赚了名声，受害者拿到了赔偿，这不就够了吗？何必揪着不放呢？不够。我做律师，不是为了赚名声，是为了让践踏规则的人付出代价。你想和解，那些女孩的脸怎么办？林之夏，你别太过分，真把我逼急了，咱们谁都没好处。怎么，赵院长又想故技重施，恐吓威胁？还是说，你还有什么后手？后手谈不上，不过我已经报警了，举报我的前员工李云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贵重货品，价值上百万。现在警方已经受理。他作为嫌疑人，证词还有没有效，可就不好说了。赵院长，伪造证据据诬告陷害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是不是诬告，自有定论。林律师，我再给你1天时间考虑。和解，大家皆大欢喜；不和解，咱们就耗着，看谁耗得过谁。哼！林姐，他这是疯狗乱咬人啊！李云要是真被他栽赃成职务侵身，证人就废了。他想玩栽赃，那我们就陪他玩。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去把李云叫过来，我们一条一条核对他的证据。这些都是假的，我从来没偷过公司的东西。这个库存盘点数字根本不对，这家伙也太损了，为了翻供，居然反过来咬你一口。没事，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别慌，假的真不了。他既然敢伪造证据，就一定会留下破绽。我们一条一条拆穿他。这份盘点表，你是仓库管理员，每次入库出库都有你签字的底单，你手里应该也有留存联吧？有，我都留着，我怕对账出问题，每次的单子我都自己复印了一份。那就好办了，把你手里的真实底单拿出来，对比一下，孰真孰假，一目了然。好，我现在就回家拿。这个赵启明，真是为了脱罪，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一个医美机构的老板，敢随手栽赃别人，胆子太大了点。刘律，你去查一下他的医师执业资格证，我总觉得他的资质也有问题。伊人峰上医美公司的医疗机构请业许可证去年年底就到期了，到现在都没续期，也就是说，他们这大半年一直在无证经营。赵启明这篓子捅得比我们想象的还大。刘律，整理好所有资质相关的证据，提交给相关部门。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我们接到举报，你们机构涉嫌无证开证开展医疗美容项目，请你们负责人出来配合检查。各位领导，怎么了？这是我们机构证件齐全，合法经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你们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去年12月就到期了，至今未申请换生，按照规定，逾期不检阅的，视为无证行医，责令立即停止执业活动。这是我们行政的疏忽，我们正在走续期流程，不是无证经营。正在走流程，赵院长，逾期了8个月也叫正在走流程？林之夏，是你！你不仅机构无证，你本人的职业范围是外科，不具备丙零理科主诊医师资格，擅自开展医美手术，同样属于违规行医。领导，这是我们查询到的资质信息。赵启明，你机构暂扣所有医疗设备，相关人员接受进一步调查。林之夏，你毁我生意对你有什么好处？不是我毁你生意，是你自己毁了自己。你明昧着良心赚黑心钱，今天这个结果都是你自找的。警方刚给李云下了传唤通知，职务侵占案，明天上午9点必须到案。赵启明动作够快，机构刚被查封，他就拿这招反扑。李云要是被立案，他那份证词的可信度，整个集体诉讼都得跟着动摇。赵启明这是掐着我们的命门。他以为李云是命门，可李云手里有他想不到的东西。刘律，李云留存的那些底单还在吗？在，我锁在保险柜里了。那就好，明天我陪李云去。之夏，我听说赵启明那边放话了，说这次要让李云吃不了兜着走。他越嚣张，越说明他慌了。一个真清白的人，不需要靠诬告别人来脱身。李云，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赵启明说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林之夏，他涉嫌职务侵占上百万，你那个集体诉讼没了证据，你拿什么打？赵院长，这案子是你说了算。赵启明，李云提交了完整账目底单，每一笔资金流向都有你的签字确认，你涉嫌诬告陷害，跟我们走一趟。不可能，那些底单我明明都销毁了。审判长，我方当事人机构已被行政查封，但本案原告主张的3无填充剂致害，我方当事人从未知情。填充剂由供应商提供，我方也是受害者。审判长，被告说不知情，可我们查到的进货记录显示，赵启明以低于市场价70%的价格，连续采购该品牌填充剂长达2年。那是商业行为，价格低不代表明知有假。那这份呢？赵启明与供应商的聊天记录，明确写着这批货检测报告做旧一点，别让人看出问题。你怎么会有这个？赵院长，你忘了，你那个张助理上个月刚被辞退，他走之前把该留的都留了。被告方，请就证据真实性作出回应。审判长，我方需要时间核实。审判长，我方申请当庭出示受害者伤情鉴定报告，12名受害者12份3甲医院鉴定，全部指向该品牌填充剂所含违规化学物质。审判长，我方申请对原告提交的12份伤情鉴定报告重新鉴定，12份报告几乎同一时间出具，格式惊人一致，明显是事先统一安排、人为操纵的结果。我方严重质疑其真实性。审判长，被告律师的意思我听明白了。12位来自不同3甲医院的鉴定医生集体串通伪造报告，就为了坑害贵机构一位不知情的院长。我方没有这么说，只是要求独立第三方复核，这是被告的法定权利。复核当然可以，我方绝不回避任何一次鉴定。但在此之前，赵院长，敢不敢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仓库里被查获与小美体内残留完全一致的那批填充剂，为什么会被明令禁止用于人体注射？我不知道，那是供应商的问题。
好一个供应商的问题。审判长，我方申请证人作证，一人封上原院长助理张恒。准许，证人请陈述。我在一人封上做了5年助理，去年3月，赵院长让我把送检样品的评号换成合格产品那一批，他说质检那边已经打了招呼，走个过场就行。你血口喷人！你被我辞退，怀恨在心，故意栽赃我！被告坐下。审判长，我方有理由相信证人是被袁刚收买，蓄意报复前雇主。一个被辞退的员工，证词可信度存疑。张恒，你辞退之后，赵启明给过你什么承诺吗？他托人带话，说我敢乱说，就让我在整个医美行业混不下去。审判长，一个被威胁封杀的人，冒着风险出庭作证，指证的是自己前雇主，这样的证词，被告却说不可信。那么请问，什么样的人作证，被告才觉得可信？是帮赵启明篡改报告的人吗？审判长，被告质疑这份鉴定报告是人为操纵，那我想请被告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人为操纵？被篡改的检测报告原版，此刻就在我手上。左边是送检机构留存的检测报告原件，批号 R20231118，检测结论：违规化学物质超标12倍。右边是一人封上对外提交的版本，同一份报告，批号被改成了合格产品 R2023005，结论变成各项指标合格，改动痕迹、编号差异、出具日期矛盾3处硬伤，鉴定机构已出具书面说明。请问被告，一个无辜的机构为什么要改自己的左氧 B 号？这些都是你们伪造的，传统检测机构假的。假的？审判长，我方请求出示供应商瑞丰生物科技的原始检验单，这是瑞丰生物科技发给一人封上的原始检验单，批号与篡改版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早在一人封上改批号之前，这批货就有自己的出厂证明，而这份证明上的检测结果清清楚楚写着不合格，这也可能是供应商造假。那审判长，我方还有一位证人，一人封上另一位院长助理李成。赵院长，不，赵启明，让我把仓库里所有进货底单全部销毁。他给财务打过招呼，说这批货见不得光，让我处理干净。李成，你疯了！你跟我这么多年，你敢烦我？赵启明，我跟你这么多年，帮你处理了多少脏事儿？可你上个月裁员，第一个把我裁了。你连辞退补偿都想赖掉，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审判长，证人情绪化发言，无实质证据。证据就在这儿，这是李成主动提交的，他销毁底单前偷偷留下的复印件，批号、数量、到货日期一应俱全。被告方对证人证言及新证据是否有异议？我方需要时间核实。审判长，被告从鉴定报告造假到供应商造假，再到需要核实，一路后退。请问，被告方打算把法庭上所有不利证据都扣一顶造假的帽子吗？林之夏，你给我等着，我不会让你好过的。赵启明，这句话，上一位这么跟我说的反派，现在正在服刑。审判长，证据已经闭环，我方申请择日宣判。本案事实已基本查清，本庭宣布5日后公开宣判。林之夏，你真以为你能赢？我告诉你，5天后的事儿，谁都说不准。你护得住他们一时，护不住一辈子。赵启明，现在是法治社会，你这句话，在场的记者可都录下来了。林姐，不对劲，小美刚才说，她出庭前，楼下有2个陌生男人盯着她看了好久，我怕有人动她。走，去看看小美。
你就是小美，我们老板想请你聊聊。你们要干什么？识相点儿，跟我们走，别逼我们动粗。这位姑娘，今天哪儿都不去。你们谁呀？少管闲事！你们老板都自身难保了，你们还帮他做事，不怕遭报应吗？你知道我们老板？大哥，走吧，他知道我们底细，出事了，我们谁都跑不了。撤！林律师，他们真的来了，他们想抓我走。小美，别怕，从今天起，你的安全我们负责到底。林律师，我不怕他们，我这张脸已经被他们毁了，我不能再让他们毁掉下一个女孩的脸。赵启明他躲得过法律，躲不过良心的账。说得好，小美，你记住，你今天站的这一关，有多少女孩曾经不敢站，你替她们站了。之夏，5天，很快的。5天，够他们把该来的都受了。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赵启明明知瑞丰生物科技供应的填充剂为无资质、明令禁止用于人体的违规化学品，仍连续2年采购并用于医疗美容项目，致12名受害人身体受损、身心受创，指使员工篡改检测报告、销毁进货底单、毁灭证据，无证开展医疗美容项目，超范围执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现判决如下：一、被告赵启明犯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6个月。2、一人封上医疗美容机构，吊销全部证照，永久关停。3、被告赔偿12名受害人医疗费、修复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500万元。4、赵启明禁止终身制从事医疗美容及相关行业。赢了，我们赢了！8年了，我终于等到了。赵启明，你也有今天！林之夏，等着，总有一天我要你好看！赵启明，8年6个月，够你想明白一件事，在这个国家，谁也大不过法律。林律师，谢谢您，没有您，我们这些人这辈子都抬不起头。起来，要谢就谢你们自己，是你们敢站出来，才让他们不敢再害下一个女孩。打赢了，我的大律师，这束花，补你一场迟到7个月的婚礼。7个月前的账，我算是讨回来了。可有些人欠普通人的账，才刚刚开始。林律师，这是我们12个人凑钱做的锦旗，法之利剑，您一定得收下。锦旗我收了，但真正该收锦旗的，是敢站出来的你们。小美，脸上的修复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医生说恢复得很好。林律师，您放心，我现在走在街上，敢抬头了。林姐，有封匿名信，没有寄件人，我摸了一下，里面好像有东西。瑞丰生物科技3无填充剂源头，大批量的供货，已流向至少7家医美机构。一个不敢留名的人。7家，这不是一家机构的问题了，这是一整条黑产业链。瑞丰生物科技，这个名字我在法庭上听过，
就是给伊人峰上供货的那家。林姐，这封信会不会是假的？万一是有人设套，假的也好，真的也罢，都得查。瑞丰的产品害了12个人，要是真流到7家机构，那7家机构背后还不知道躺着多少个小美。这个批号格式怎么看着眼熟？眼熟？在哪儿见过？康乐之家养老院案里，钱富贵跟仁和医疗集团的对公流水也有类似的批号段，这2个会不会有关联？仁和医疗，那可是上市公司，林姐，你该不会想查他们吧？刘律，你怕了吗？怕？跟着您打了这么多仗，我早就不怕了。您说查，我就查。刘律，从瑞丰的工商登记、股权结构开始查。我倒要看看这家生物科技公司背后的股东都是些什么人。查到了，瑞丰生物科技注册地在外省，注册资本3000万，实际股东就2个人，一个叫郑大峰，一个叫郑大强，亲兄弟，都是农村出身，3年前突然发家。3年前，正好是康乐之家跟仁和医疗集团签大额采购合同的时间。巧合？不止，我顺着瑞丰的销售流向查，产品销往16个省市，其中至少7家医美机构都是近2年新开的，而且瑞丰的股东郑大峰跟仁和医疗集团的一个高管是表亲。表亲？那钱富贵那些医保资金套出来流向哪儿？查到了吗？钱富贵那边咬死了不松口，说账目都烧了。但我在工商系统里扒到一条，康乐之家有笔200万的设备款打给了一家空壳公司，那家公司的法人是郑大峰的姐夫。养老院套医保的钱流进瑞丰的关联公司，瑞丰又用假货毒害医美消费者，这一圈钱和毒全串起来了。林姐，这背后是仁和医疗，上市公司，财大气粗，关系盘根错节，咱们真要从他们头上动土。刘律，你记不记得康乐之家那个案子，钱富贵被判了5年，可那些被套走的医保钱到现在都没追回来，那些钱是老人的救命钱。林姐，我刚收到消息，瑞丰的产品去年在外省出过事，一个女孩打完填充剂，面部大面积溃烂，终生毁容。她告过，但案子被压下来了，最后不了了之。压下来？谁压的？据说是当地有人打了招呼，具体是谁，查不到。一个女孩毁了容，连个说法都没讨到。这笔账没人记，我记。刘律，把那个外省女孩的信息找出来，我要亲自去见她。你好，是玲玲吗？我是盛恒律师事务所的林之夏律师。律师，又是律师。我上回请的律师收了钱，最后跟我说案子不好打，撤了吧。玲玲，我不一样，我是来帮你查那个填充剂的。查那个东西，你知道他是谁家的？瑞丰生物科技，你脸上打的跟他们家的货是同一批。是他们，我终于知道是谁了。我这3年不敢见人，不敢交朋友。林律师，我们告过，告不动啊。当地那家机构有关系，说我们医闹，还反过来要告我们诽谤。阿姨，你们没错，错的是他们。这一次，我陪你们把这个公道讨回来。林姐，那辆车
从我们进小区，他就跟到这儿了。记住车牌，拍照。他们敢跟，说明我们踩到痛处了，这是好事。看来瑞丰这潭水，比我想的更深。林姐，我总觉得，咱们这次惹上的不是一般的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害了普通人，就得付出代价。走，回去整理证据。林律师，有人跑到我家楼下，说我要是再跟你来往，就不让我们好过。奶奶，您别怕，他们怎么说的？看清人了吗？没看清，留了个纸条塞在门缝里。林律师，我老伴儿好不容易才从养老院出来，我怕呀。您听我说，他们越是这样，越说明心虚。奶奶的事儿，我来想办法。您先告诉我，纸条还在吗？林姐，我车胎被扎了，早上出门4个轮胎全瘪了，还留了张纸条。威胁委托人扎律师的车胎，郑大风，这是要跟我摊牌吗？林姐，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明着跟人斗，这次他们躲在暗处，不知道下一个是谁。刘律，你听好，你要是怕了，现在退出，我不怪你，但我不退。林姐，我刘志跟你这么多年，什么风浪没见过，我不退。他们扎我车胎，我明儿换辆自行车照样跟你查。好，那咱们就让他们看看，法律这条路不是几辆破车、几张纸条能挡住的。之夏，我听说养老院王大爷的事儿了，车胎的事儿我也知道了。你都知道了，怕吗？怕，但我不怕他们，我怕你一个人扛。陈默这次不一样，瑞丰背后可能是一家上市公司，我查的可能是一条盘了多年的黑产业链。之夏，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我们每接一个案子就是给一个普通人撑腰？记得。那我告诉你，不管对面是谁，这个腰我陪你撑到底，你的身后永远有我。睡吧，明天还有硬仗要打。林姐，我托了几个老关系，想把瑞丰的银行流水调出来，但对方一听是瑞丰，都含糊其辞，说查不了，不好查。瑞丰的门好像被人从上面焊死了，从上面焊死，说明瑞丰背后真有人罩着。是啊，光凭咱们，怕是撬不动这扇门。撬不动，那就换把钥匙。陈默，我托人查了一下瑞丰在行业协会的备案记录，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瑞丰去年申报的行业优秀供应商，资质审核内栏签字的是仁和医疗的一个董事。陈默哥，你怎么查到的？这种内部备案，外面根本拿不到啊！因为华美是商会理事，商会有行业内部备案的调阅权限。华美商会理事，陈默，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之夏，我不是故意瞒你，我只是觉得你查案靠的是法律，我帮你是私心，我不想让商会的陈理事盖过你丈夫陈默这个身份。陈默哥，那太好了，商会要是能出面联合媒体做深度调查，这扇门说不定真能撬开。陈默，你愿意跟我一起趟这趟浑水吗？对面可能是一家上市公司。我说过，你的身后永远有我。商会那边我来周旋，媒体的深度调查我来牵线，你只管查案，法律这块是你的主场。陈默，谢谢你。夫妻之间说什么谢？走，咱们去给这条黑产业链上一道公开展示的菜。
好，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见光死。观众朋友们，历时40天，本台记者联合多方调查发现，一家名为瑞丰生物科技的供应商，向全国至少7家医疗美容机构批量供应无资质、明令禁止的违规化学品。热搜前10 3条都是这个话题，明天应该会进一步发酵。舆论起来了，接下来就看执法那一棒了。你们凭什么查我？我手续齐全，合法经营。郑大鹏，我们接到举报，并经前期侦查核实，你公司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这是查封令，全部仓库、生产线就地封存。这批产品批号是伪造的，贴标日期、实际生产日期全对不上，这已经不是不合格的问题了，这是明目张胆的造假。瑞丰的仓库查封了，但这只是开始。林姐，郑大丰背后那位董事还没露面呢，他不露面，我就把他请出来。走，准备下一场。郑大丰，你还我女儿的脸！她才20岁呀！你害了多少人？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交代？我跟你们有什么好交代的？货是我出的，钱是别人赚的。你们有本事去找那些赚大钱的人去，找我一个背锅的算什么本事？郑大丰，你说钱是别人赚的，那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我替你把话说清楚。你瑞丰的每一笔货款流向哪儿了？这是瑞丰生物科技近3年的资金流水明细，大家看好了。瑞丰了医美机构几千万货款，其中近70%通过关联公司转进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账上。你怎么会有这个？这家上市公司就是仁和医疗集团，就是他通过养老院、医美机构两头套钱，两头害人。林律师，请你注意措辞。仁和医疗是正规上市公司，与瑞丰生物科技没有任何业务连赖。你当众污蔑我们，我们要保留追究你法律责任的权利。秦总，您来的正好。这份资金流水上，收款方账户的开户人是仁和医疗的下属子公司启航医疗提械。您说没有业务远来，那这笔钱怎么解释？那家子公司我们早就剥离出售了，它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林律师，你拿一家前子公司的账目来泼脏水，未免太低级了。剥离出售，秦总，剥离手续的日期、狩猎方是谁？您能当着记者的面说清楚吗？这些商业信息无可奉告。无可奉告，那正好，我手上正好有一份剥离出售的完整协议复印件。秦总，您确定要我现在就当着全网念出来吗？林律师，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改日我登门拜访，好好沟通。林律师，你看清了吗？这就是你说的大鱼。出了事，人家跑得比谁都快。郑大丰，你笑早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启航医疗器械那份剥离协议是真是假，很快就会见分晓。审判长，我再重申一遍，启航医疗器械于2年前已整体剥离出售，与仁和疗集团无任何法律及经济关联。瑞丰生物科技的一切违法行为均系其个人行为，与我司无关。请原告注意，我方已提交完整的股权转让资产交割凭证。若原告继续以前子公司为由纠缠，我方将追究其恶意诽谤的法律责任。秦总，您说完整交割，这份交割协议里，受让方启航投资注册资本只有50万，注册地在一间30平的出租屋，一家收购上亿资产的公司，注册资金50万。商业安排，不劳费心。商业安排可以，那请您解释，交割协议签署前3个月，启航医疗账上为什么会有2000万对公转账，指向仁和集团旗下另一家医院？交割前又是谁签的字？
审判长，我有话说，我全招。我瑞丰背的黑锅够多了，今天当着法官的面，我把仁和的底全抖出来。郑大风，你疯了！仁和让我给他们旗下的医院供假货，剩下的钱他们拿去套医保。我哥俩就是个跑腿的，钱大头全进了仁和的账。康乐之家养老院那笔200万也是仁和的人让我搭的桥。我这儿有银行流水，有聊天记录，全都有。老实点。审判长，原告方申请将瑞丰生物科技案、康乐之家养老院案所涉的全部资金链条证据合并提交法庭，其中包含瑞丰、启航、仁和3家之间完整的银行流水、关联交易合同以及知情人的谈话录音，证据链完整闭环。之夏，你早就设好了局。秦总，不是我设的局，是你们自己用一条条人命一层层把局做出来。我只是把它拆开，给大家看。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郑大峰、郑大强明知产品不符合标准，仍组织生产销售，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告单位仁和医疗集团相关责任人参与套取医保资金，组织采购违规产品，现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大峰犯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万元；二、被告郑大峰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万元；三、二被告连带全部受害人人身损害、医疗修复费用共计人民币1200万元；四、仁和医疗集团及其相关责任人涉嫌套取医保资金，组织犯罪，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办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苍天有眼，恶有恶报！林律师，我认，但我问你一句，你图什么？我们这些人跟你无冤无仇。图一个道理，没人该用一张脸、一管针去替别人数钱。你害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家。林律师，有消息称监管部门正在酝酿医美填充剂行业新规，您怎么看？我举双手赞成。这一案暴露的不只是几家黑心机构，而是整个行业的监管漏洞。我希望以后每一针打进普通人体内的都经得起检验，每一个受害者都喊得出声音。林姐，这案子您是拿一己之力撬动了整个行业，不是我撬动的，是那些敢站出来的普通人，他们每一个都是一块砖，砌起来的墙，谁也推不倒。知夏公益，林律师，太好了！以后像我们这样的人，终于有地方找说法了。这个中心不收1分钱代理费，只要你觉得冤枉，觉得没地方讲理，就来这儿敲门。家人们，今天给大家爆个大瓜。那位号称百姓青天的林大律师，要成立什么公益法律援助中心了。打着维权的旗号往自己兜里搂钱，哼！他那个中心，明面上不收钱，背地里收的咨询费、感谢费，可比谁家律师都狠。一夜之间，几百个账号同一时间发同一句话，这不是巧合。林姐，不好了！有人在网上贴了张截图，说是公益中心的内部账单，说咱收了受害人20万感谢费，评论区全炸了。
连咱们老客户都在问是怎么回事儿。账单，我公益中心1分钱都没接手过，哪儿来的账单？刘律，把这截图来源、发布账号全部记下来。林姐，现在满网都在骂你，你是不是先发个声明澄清一下？澄清？现在发声明等于给火添柴，他们越急，越说明有人按耐不住了。先查这些账号背后是谁。这个用词习惯，维权就是生意，跟3年前婚礼案里那些抹黑我的水军一模一样。之夏，网上这些传言你看到了吧？现在不光外面在传，所里也收到了好几封投诉信。董事会的意思，在调查清楚之前，你先停职配合调查。主任，这分明是有人栽赃。林姐为所里打了多少大案子，你们不能这样。主任，我配合调查，但有一句话我说在前面：公益中心每一笔账，我敢对天发誓，经得起任何审计。谁要查，我配合到底。爸打过电话了，妈也打过，他们说相信你。陈默，这次不一样。他们拿伪造的转账记录说我侵吞受害者的赔偿款，12个受害者我挨个对过账，账目1分不差。可我没法自证，因为污蔑我的人把证据做得天衣无缝。那就把它拆开。之夏，你忘了吗？你是那个在法庭上把天衣无缝的证据一层层拆开的人。林律师，我们在网上看到了，我们12个人明天就去拍视频，一起发声。谁要是敢说你收了我们的钱，我王秀劳第一个跟他当面对质。王姐，林律师，你为我们拼了命，现在轮到我们护你了。你放心，这个公道，咱们一起讨。我护了那么多人，原来他们也在护着我。各位，这几天有人说我的公益中心收黑钱，今天我不辩解，只上证据。大家好，我王秀兰，一人封上受害者之一。林律师帮我们打赢官司，1分钱没要。谁在造谣，我第一个跟他拼。这是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知夏公益法律援助中心成立至今，全部收入、支出、结余一笔不落，全部公开。成立以来，中心共受理咨询317件，代理公益案件9件，收入为0，支出为公证、差旅等办案成本，全部由我本人承担。本公证处对上述账目明细的真实性、完整性出具公证书，经核实，未发现任何虚构支出或资金往来。这位揭露真相先生，你说我收了20万感谢费，请问转账记录上的收款账户是哪家银行？开户人是谁？你能把原件亮出来，让公证员当场核验吗？我匿名举报，凭什么给你看？不敢给原件，那我来给你看。你发的这张内部账单 ，PS 痕迹还在。这张图的原文件是从哪个网盘传出来的？我也查到了。要不要我当着全网把传播路径画出来？诬陷我的不止1个人，但护着我的也远不止12个。林律师，您提供的传播路径
账号关联、资金往来，我们已经全部核实，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有组织的网络水军操纵舆论事件，幕后主使有人证物证指向同一个人。他说自己受雇于人，对方通过境外加密账户付钱，让他组织账号抹黑之下。接头人微信的实名信息已经查到了。这个实名账户的持有人是赵丽。林之夏，又是你！3年了，你阴魂不散。赵丽，3年了，你害我，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你连那些受害者，连赵大爷那样的老人都不放过，这笔账，法律跟你算。你少得意。我请的律师说了，我这顶多是寻衅滋事，赔点钱就完了。赵丽，你涉嫌组织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犯罪，指使伪造转账记录，诬告陷害，且金额巨大，情节严重，不是赔点钱那么简单了。带走。林之夏，你不能这样！你忘了3年前了吗？咱们可以谈。赵丽，3年前你拆我婚礼的时候，我就说过，有些事可以和解，有些人我从不和解。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赵丽因与前案被害人林之夏存在积怨，指使组织网络水军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制作伪造转账记录，诬告陷害，侵吞受害赔偿款，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情节严重。被告王强、李乔参与组织实施上述犯罪，现判决如下：一、被告赵玲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二、被告王强、李乔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1年4个月。三、被告赵丽、王强、李乔及涉案水军组织连带赔偿林之夏精神损害汇金及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0万元。四、上述被告人必须在全网公开道歉7日。我错了，林之夏，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念在3年前的情分上，帮我说句话。我可以道歉，我倾家荡产道歉，我倾家荡产捐我。3年前，你拆我婚礼，我说我从不和解。今天，你还记得我婚礼上那句话吗？我不是来跟谁和解的。我知道错了，你放过我这一次。赵丽，你求我放过你的时候，那些被你雇水军骂到半夜不敢出门的普通人，他们求你放过的时候，你听见了吗？退庭。林律师，您太帅了。林律师，您受委屈了，是我们连累了您。大爷，您不欠我什么，是我答应过的事儿，就一定会做到。林律师，知夏公益成立至今，已经帮无数普通人维权。您做这些的初衷是什么？我入行第1天，师傅跟我说，律师这行不为钱，就为2个字：公道。这些年，我见过拆人婚礼的开发商，见过套老人保命钱的养老院，见过往人脸上打毒针的机构，也见过被人偷走一辈子积蓄的老人。他们每一个都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普通人最怕什么？怕没人听他们说话，怕告状无门，怕赢了官司输了人生。我办这个公益中心，就是想告诉他们，你喊得出来，就有人听得见；你站得起来，就一定有人陪你站到底。公道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有人一寸一寸替普通人挣回来的。1年前，你的花门被人拆了，今天我给你补一座。不，今天这座谁也拆不走。林律师，陈大哥，新婚周年快乐！快站好，我们拍合影。之夏，这1年你忙得脚不沾地，妈看在眼里。好孩子，辛苦了。妈，不辛苦，替大家讨公道是乐事。林律师，一封从国外寄来的信，没写寄件人。詹姆斯在境外出狱了，他托人带话，说当年那场婚礼他不会忘，还说他手上有一些老朋友的料，想跟你谈谈。你一直在找的上游药厂，可能跟他背后那条线有关，保重。是谁的信？詹姆斯，他从里面出来了，还带来一个消息。我一直在找的那家上游药厂，可能跟他有关系。你要查？查。医美案，我只抓到了卖针的，真正造针的人，还逍遥法外。这一仗才刚刚开始。